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相信这两天不少朋友都在熬夜看球，是吧？那这次卡塔尔世界杯呢，还在如火如荼的举办着啊，可以说是冷门谍报。整体来说呀，这次卡塔尔世界杯，它的比赛效果也好，还是整个这个举办者的能力是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的啊。那么卡塔尔世界杯在这之前呢，大家知道，面临着贿选以及这个劳工的丑闻等等，并且对于这个穆斯林国家第一次举办世界杯呢，大家都有担忧。那么我们之前也做过几期，包括 reaction 黄明志的一个视频，讲了在卡塔尔世界杯赛场的各种禁忌。那么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还挺有这个世界杯的味儿。实际上，什么叫世界杯的味儿呢？那冷门谍报就是世界杯的味儿，对吧？你像日本，进军16强。韩国进军16强，澳大利亚进军16强，亚洲的3个名额同时进到16强，这是历史第一次啊！哎，这就是世界杯的味儿。我不是说是亚洲进去了，而是说总有你意想不到的，这就挺有意思啊。那当然呢，卡塔尔这个豪啊，这个一掷千金的这个比赛场馆也给大家很多印象。可以看到我们做的4K 的高清视频，确实是美轮美奂啊。33万国家这个公民的这么一个小国，靠着200多万的这个外籍劳工，生生的堆出这么一个世界杯的赛场，这么一个世界杯效果来，确实是难能可贵。那说到这儿啊，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呢还没有完，那么后边会不会出现一些意外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卡塔尔国家呀已经膨胀了，怎么膨胀呢？他们现在已经放出话来，我们要举办2036年的奥运会。这事儿一闹的，你说，哎，这是不是膨胀了？大家说说，哎，所以说呢，大家看到卡塔尔是多么小的一个小国，对吧？它就是这么一个小国家。我们前面说过，卡塔尔创了我们愣给凑出10项第一啊，是历届世界杯里边国土面积最小的啊，人口最少的，还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温度最高的是吧？哎，那他这次呢，愣是要举办奥运会啊，2036年的奥运会，并且呢，因为奥运会啊，很多是在室内比赛，也有户外的，比如马拉松，他们甚至放出豪言啊，哎，要弄一个什么赛场呢？要弄一个全空调的，全部是空调的这么一个马拉松街道的做赛场啊。咱们之前讲过黄明志的那期 reaction 的时候讲过啊，在这个富人区里边，有的街道里边地下都放着制冷的空调制冷系统，大街上往大气中排冷气，营造一个低层区域的低层空间的这么一个低温的这么一个效果来。那有的甚至还穿着长袍长纱，还不热。那么现在呢，他现在放出承诺了，如果奥运会让我们举办，我们弄一条街里边42.195公里全部都是空调，咱们在空调里跑，这确实是比较豪。那除了这个之外啊，卡塔尔呢，他们自己啊也是认为呢，我们通过举办这一次的世界杯，哎，会积累很多经验。之前呢，他曾经申办过，也没有成功。像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你举办，这个世界杯是否能可靠？但是最后呢，确实是还行。那么将来奥运会的话呢，就不是另外一回事了。世界杯是就这几个赛场，大概看到了这8个赛场是吧？但奥运会的场馆可不仅仅是足球场啊。你30多万国民的这么一个小国家，你将来球场怎么用啊？所以卡塔尔现在的现实是什么呢？他想单干，但是呢，国际奥委会啊肯定会向卡塔尔施压，哎，你和沙特联合举办，哎，你们一块来办，还有可能。那么卡塔尔的这个埃米尔啊，谢赫塔米姆呢，叫阿拉萨尼呢，一直是国际奥委会的这个成员啊。那么在这次世界杯上呢，他还和沙特的国旗合过影，所以说是有门儿。哎，沙特和卡塔尔呢是很有可能在一块儿来申办的。但是大家知道，卡塔尔最难越过的一个什么呢？就是高温。对，那么卡塔尔的高温呢，使得这次世界杯也创造了第一，是在北半球啊是在9月份以后举办的世界杯。我们现在11月份了，那中国大陆这个寒潮迭起啊，现在温度都降到7、8度了，是吧？那卡塔尔呢，白天的气温依然是30多度，所以呢，要挪到晚上，甚至呢，采取带顶棚的体育馆，哎，来降低温度。当然说，在夏季奥运会啊，放到9月份甚至10月份也有先例。你比如像东京奥运会，1964年东京奥运会10月10号办的，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呢，和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呢，也都是在9月中旬开幕的。所以呢，卡塔尔呢，希望在这一次世界杯
证明他能在空调体育场里边办成这个比赛，气候不是影响我们的因素，这样呢，他就能避免将来在奥运会竞标的时候呢，避免这个不利啊。那当然，卡塔尔之前因为高温比如他举办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呢，就在午夜前从滨海路开始跑，半夜鸡鸣所以比较搞的。但是卡塔尔它不仅仅是一个气温问题大家知道这一次的无论是世界杯开幕式上德国队还有其他国家队伍都对这个性别的问题对伊斯兰教规穆斯林的国家对同性恋的歧视等等都做出过反应。那么奥林匹克界的这个 LGBTQ， 那么他们这些运动员也要远远多于足球运动员，所以呢，在一个对同性恋可能定罪的国家举办奥运会，这个是有点让人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一丝不靠谱，对吧？当然是。奥运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竞标活动不光是场馆的问题，也不光是文化的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地理、国家实力、地区间的这个可以说平衡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呢，目前来说呢，国际奥委会主席就是巴赫呢，可能在2025年卸任，那么2036年的这个举办地点呢，可能会比较早的做出决定。大家知道，卡塔尔是有超能力的。你明白吗？超能力，没有超能力怎么能举办世界杯呢？这个超能力呢，打不齐会在这一次申请奥运会的时候会用上。咱们看看谁在2036年和卡塔尔在争夺奥运会的我说错了，奥运会的举办权。一个是印度，大家知道印度现在和中国的人口已经接近了，都号称是14亿多人，并且呢，印度很快在不久呢，可能就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那作为第一人口大国，作为一个正在这个可以说高速发展的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举办一次奥运会，也有它的意义。所以印度呢，已经准备申办这个2036年的奥运会，夏季奥运会。第二个呢是印度尼西亚，加了3个字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也有特色印度尼西亚呢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它是亚洲呢是第3大人口的国家中国、印度、印尼印尼是多少人呢？也2个多亿，接近3个亿吧。并且印尼呢现在经济发展呢也非常快，可以说呢，包括马斯克在内都对印尼呢是比较青睐的那再一个国家是哪儿呢？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土耳其。土耳其呢作为一个地区间的这么一个平衡的大国，也是个大国奥斯曼土耳其也对奥运会是蠢蠢欲动他们也想举办2036年的这个奥运会。那在这次俄乌危机中土耳其扮演了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平衡的调解的角色，甚至呢这个事儿还没完，还在打呢，可能奥运会完了还在打。那么土耳其到最后呢，可能在俄这个美和整个这个欧中之间呢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传统的比如像韩国。大家知道韩国呢是举办过88年的汉城奥运会，是一届非常成功的奥运会。那么汉城呢有现成的东西现成的经验、现成的场馆、现成的地铁，是吧？现成的这个观众的层次。韩国呢把场馆修一修，就符合奥运会的这个现在的举办原则尽量的这种经济性，这种投入以后的这种将来的这个延展性。韩国现在呢也在想举办2030年的夏季奥运会。那最后一个呢，目前还没有完全表态的就是德国。德国现在呢，对于这个夏季奥运会呢，也是有想法的当然，德国呢可能会有这个议会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要求。就是目前来说呢，这几个国家可能都有想办奥运会的这个想法。那当然了，这几个国家里边很多国内还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能否去申请还不一定呢。但起码来说呢，卡塔尔表现出这个意向性来，那基本上就确定了。因为30多万国家的这么一个小的君主国家，那出来这个声音，那就是他的埃米尔做出的决定。那所以说这个事儿基本上定了。如果从现在开始到决赛最后一刻的哨响，卡塔尔没出什么幺蛾子，那卡塔尔世界杯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就举办了非常成功的一次世界杯，就证明了他们有能力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甚至可能包括奥运会。因为他们在2006年举办过亚运会，所以呢，在2030年呢，可能还会办亚运会，应该还已经定了。所以呢，它的基础设施呢是有相当储备的。那么卡塔尔呢一直是区域性的体育中心他自己呢也自称是区域性的体育大国，所以呢，
他这次这个提出来这个意思，那就是超能力的再现，也是这个国家呢这些小国家企图在世界的这个政治、体育和各方面想展露自己能力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海湾国家肯定对于卡塔尔或者是沙特举办这个奥运会多数国家应该是支持的。那么卡塔尔呢也处于这么一个微妙的一个角色，所以呢，卡塔尔举办奥运会的这种超能力，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呢也拭目以待吧。那好的，关于卡塔尔这个举办2030年奥运会的这个申请和大家聊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咱们再会，拜拜。